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是不是又回到了学校的牢笼里了呢？我一向提议我可爱的粉丝们要好好学习，千万不要耽误学业。但其实偶尔看看我的视频也是被允许的事吧？哈哈，开玩笑呢。其实做了这么多 SCP， 我发现了每次做阴间的 SCP 或者阴间的事物，总是能够让大家胃口大开。你们真的是一个个太重口味了，边看我的视频边吃饭已经是常态了吧？所以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阴间的 SCP， 它是一间停尸房。别急，没关系的，没那么吓人。新的朋友们别关掉，因为你们看完我做的视频，总会不由自主的点赞、收藏和分享、关注的。当然了，这也一定是一个玩笑。不扯了，恐怖的停尸间总是会发生许多超自然事件，那它后面究竟散发着什么诡异的事实呢？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进入这个 SCP-022 的恐怖停尸间吧。SCP-022 是位于英国一家医院地下室的太平间。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，该太平间都没有报告异常事件。第一次收到异常活动的报告是在某年的9月份，基金会很快就将该区域隔离，做出官方回应后，还将整栋大楼宣告废弃。目前 SCP-022 突然产生异常现象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太平间就会随机打开一个抽屉，并展现出一个躺在台子上、被盖湿布所覆盖的尸体。约6分钟后，尸体会移动并尝试离开太平间，此时该尸体会被标记为 SCP-022-1。在某些情况下 ，SCP-022-1 损伤或腐烂的太严重，以至于不能成功的离开太平间，甚至都没有办法从台子上坐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SCP-022-1 通常会挣扎并抽搐，直到活动实现。假如 SCP-022-1 在实现到达后还在台子上，那么台子会回收回去，且抽屉将自动关上。报告表示，紧接着会出现与类似烧毁人类组织的气味。那么尸体是靠什么进行运动的呢 ？SCP-022-1 不会呼吸、进食或者睡眠，而他们身体不发热，没有体温。基金会进行分析后，发现 SCP-022-1 并没有任何异常的器官或者化学成分，它们只是普通的人类尸体。然而，目前 SCP-022-1 的活动能源还不清楚，但是 SCP-022-1 的体力超越常人，尽管很难直接对其进行测试，但研究人员估计 SCP-022-1 比起体格相似的普通人，力量足足增加了112磅。基金会正在进行分析，来确认这是来自未知力量的来源，或是完全不同的现象。即使 SCP-022-1 的身体部位被切断，但最大质量的部位仍然会继续活动，其他的部位则保持静止。破坏心脏或头部并不能消灭 SCP-022-1，其他部分跟四肢都会继续活动。只有完全破坏所有组织后，才能彻底消灭 SCP-022-1。独处时 ，SCP-022-1 会容易达到活动时限，所有迹象都显示它会再一次成为一具普通的尸体。衡量它所消耗的活动时限，关键在于看 SCP-022-1 的损害及腐烂程度。已知的记录为2天至3个星期。调查发现，已知的 SCP-022-1 的躯体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都与该城市内的太平间所报告的遗失尸体吻合。目前基金会正在研究这种转移机制。在 SCP-022 的太平间中，也不能放置任何其他物体，因为任何进入 SCP-022 的物体都会很快穿过门后消失，不留下任何踪迹，包括任何无机物以及生物标本也无法进入 SCP-022。SCP 基金会在 SCP-022 的正下方发现了一堆物质，包含了所有之前被送入进行测试的物质，但不包括人类。所有材料都出现了磨损及破坏，金属部分大面积生锈了，所有的生物部分都处于分解的不同阶段。测试显示，从将一个物体进入 SCP-022 到重新出现之间的时间恰好是183秒。但是如果进入的是人类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人类会彻底融入太平间，并可能以 SCP-022-1 的尸体形式出现。一旦出现 SCP-022-1 的个体，收容处的自动化系统在它离开太平间的时候就会进行焚化处理，此时可以打开金库门以接纳清理人员。如果自动化系统未能摧毁 SCP-022-1 的实体，则应召唤响应小组进入并消灭它。任何活着的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入 SCP-022， 除非被4级人员命令进行测试。其实，假如 SCP-022-1 拥有一个正常使用的嘴巴、舌头及气管，那它就能跟研究人员沟通了。在一个采访日志当中，受访者是 SCP-022-1-2， 外貌上来看，他的年龄约为43岁的亚洲男性，胸部被缝合过。在博士的询问下，他说自己只记得在驾车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等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太平间里了。当他看到自己的倒影，情绪立刻很激动，反复说道：“这不是我，我可不是年老的亚洲人。”他挣扎的力量很大，6个特工合在一起才把他制服，让他冷静下来。在另外一个采访当中，受访者是 SCP-022-1-5， 起因是一名地级人员 D5619被送进 SCP-022 后就失踪了。没过多久 ，SCP-022-1-5 出现了。从外貌上来看，她是一名12岁的女孩，但失去了左臂和大部分的躯干。博士对她进行了采访，询问其身份，但这名女孩一直在质问：“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们知道我
是谁？原来他就是被送进去的地级人员 D5619，转移到了一名女性的躯体内。博士一开始不敢相信，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才确认他确实是 D5619。他被保存在一个牢房，直到活动期限结束。3个星期后，又有一具新的尸体 SCP-022-1-7 出现，以 D5619的身体出现。在一个简短的对话后 ，SCP-022-1-7 声称她是一个89岁的女性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正觉得 SCP-022 停尸房就像是一个随机分配肉体与灵魂的死亡空间，只要是人类进去此太平间，就会使肉体和灵魂分离，随后太平间会随机复活一具尸体，使不同的肉体随机带入一个灵魂，这样就能暂时复活成为另外一个人。那这一切进行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哦。那我是正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